2026年年初，一位来自菲律賓的女靈媒在自己擁有200多萬粉絲的臉書直播間裡，用近乎顫抖的聲音對着鏡頭丟出了這樣一段話。她說2026年是恐懼之年。她說2026年是猛烈的火、洶湧的水與染血的一年。她說那個沉睡多年的血色詛咒已經再次甦醒，正一步一步走向我們每一個人。直播間瞬間鴉雀無聲，可更讓所有觀眾倒抽冷氣的是他接下來說的那句話。他說2026年地球将被3場大瘟疫接連襲擊。第一場是去而復返的舊敵人，會讓亞洲再次封城，會讓我們重新體驗2020年那種口罩不離身、社交距離緊閉家門的恐懼。第二場與第3場會像是末日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劇情。他特別強調了第2場與第3場的可怕。他說其中一場病的患者會像是被什麼東西從裡面啃食，肌肉會一塊一塊不見，皮膚下面好像有活物在蠕動。他說到這裡，整個人忽然停頓，臉部表情幾乎像被自己看到的畫面嚇住了。畫面凍結了幾秒，他才回過神來，輕聲說了一句：希望我看到的這些都是假的，希望大家平安。他不是一個無名小卒，更不是隨便在街角擺攤的算命師。他叫魯迪·鮑德溫，臉書粉絲超過240萬， YouTube 追蹤者亦有數百萬，是菲律賓家喻戶曉的靈媒，被無數菲律賓媒體稱為菲律賓的諾斯特拉達姆斯。他形容自己看見預言的方式不像我們熟悉的水晶球或是塔羅牌。他說他的視覺是上帝直接給他的，畫面會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出現在他腦海裡，有時候是清晰的场景，有時候是模糊的符號，有時候只是強烈到无法忽視的感受。他說他從小就有這種能力，但是直到2019年才真正開始公開分享，因為他在禱告之中得到了一個訊息，那個讯息要他把看到的畫面告訴世人，讓人們提前準備、提前祈禱、提前回避。他過去的預言有相當高的比例陸續應驗，這是他無法被輕易否定的原因。2020年1月初，他預言菲律賓塔爾火山即將爆發。當時許多人覺得這是無稽之談，因為塔爾火山已經沉寂多時。可是僅僅過了幾天，2020年1月12日，塔爾火山真的劇烈噴發，火山灰一路飄到了馬尼拉。當時整個馬尼拉都會區一片灰蒙蒙，數萬人緊急撤離。這是塔爾火山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劇烈的一次爆發。同月，他預言一位籃球巨星將會意外身亡。短短幾天之後，2020年1月26日 NBA 傳奇科比布萊恩特連同13歲的女兒吉安娜在加州一場直升機事故中喪生。當這個消息傳到菲律賓的時候，許多原本不相信他的人第一次認真翻開他的舊貼文。2021年，他又預言菲律賓即將出現一起墜入水中的軍機事故。當年7月，菲律賓空軍 C-130 運輸機真的在蘇祿省墜毀，造成超過50人罹難，是菲律賓空軍歷史上最慘重的事故之一。同年，他預言一座位於馬尼拉的人行天橋會在不久後發生意外。當時鎖定的是比庫坦的一座人行天橋。雖然這座天橋並未完全倒塌，但隨後菲律賓當局的確發現該橋鏽蝕嚴重，緊急封閉維修。光是這幾起應驗，已經足以讓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至少停下來認真考慮一下，他到底是怎麼看見這些畫面的。而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應驗發生在2025年6月9日，當時他在臉書上以全部大寫的英文公開預言，亞洲將會出現一起與閃電有關紅色與白色塗裝飛機的空難。他甚至補充了一段話，這場空難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會是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他說他看到飛機的塗裝是紅色與白色，看到引擎冒煙，看到飛機在低空失速。短短3天之後，2025年6月12日，印度航空 AI-171 號班機，正是紅白色塗裝的波音787，從艾哈邁達巴德起飛沒多久就墜毀，造成200多人罹難。如此精準的時間吻合顏色，吻合地區，吻合，讓全菲律賓的網友當場噤聲。沒有人再敢說他是江湖術士，也沒有人再敢說他口中所說的2026年那3場大瘟疫只是危言聳聽。當時在直播裡，他特別強調了一點，他說他對2026年的預言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更清晰、更強烈、更具體。
他說，他在禱告中看到的畫面有時候是模糊的，需要他自己去解讀。但是這次關於2026年的畫面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清晰，他甚至能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火災的熱度、地震時房屋倒塌的震動。他说，那種清晰本身就讓他很害怕，因為這代表那些畫面所指向的事件已經非常接近、非常真實、非常無法回避。那麼，這3場大瘟疫到底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到我們面前？魯迪·鲍德溫當時是這樣描述的：第一場瘟疫，他說那是熟悉的老敵人，是過去幾年我們都聽過但以為早已遠去的疾病。他特別點明了一個名字：猴痘。他說，許多亞洲國家會因此再次進入封鎖狀態，包括菲律賓呂宋島的某些地區會直接重啟封城。他描述的畫面是街道空無一人，商店全部緊閉，學校停課，醫院前面排着長長的隊伍。他說，這場瘟疫不會是猴痘原本的樣子，而是猴痘變異之後的新形態，傳播速度會比過去更快，重症率會更高。第二場瘟疫，他形容得特別嚇人。他在直播裡用菲律賓本地語形容那一場病的可怕。他說，那個病好像會把我們從裡面吃掉，肉一塊一塊地不見，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身體裡蠕動。他沒有給出明確的醫學名稱。他說，因為那是一種全新的東西，是過去未曾大規模出現過的病，但是他描述的症狀跟現代醫學中的壞死性筋膜炎驚人的吻合。第3場瘟疫，他的描述更加模糊，卻也更加恐怖。他說，那是空氣中飄蕩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着，但是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進入你的身體。他說，所有人都會關緊家門，因為門外吹過的風是會殺人的。他甚至補充說，他看到許多人在公共場合突然倒下，沒有任何徵兆，沒有任何掙扎，就像是被無形的手按住了開關。他沒有給出這場瘟疫的具體名稱，他只說，那會是聖經裡才會描述的那種瘟疫，會讓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很多人聽到這裡會覺得，這也太誇張了吧。可是只要打開2026年5月為止的全球公共衛生新聞，就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實。他說的那個老敌人猴痘，在2024年8月就被世界衛生組織再次列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是猴痘自2022年大爆發以來，第2次被列為這個層級的全球警告。2025年9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更是發出新一輪警報。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26年3月1日的最新監測報告顯示，過去6周內，猴痘第1型病毒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普隆蒂、肯亞、馬達加斯加全面擴散，並已外溢到歐洲、亞洲、美洲多國，包括我們亞洲，已有國家在過去半年內陸續確認境外移入病例。而2026年2月，維基百科上的猴痘條目悄悄更新了一段話，研究人員首次確認松鼠肉是煤烟白眉猴感染猴痘的來源之一。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病毒的動物傳播鏈比過去想象的更廣更深，任何接觸野生動物的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傳染源。鲍德溫所說的第1場瘟疫會是猴痘嗎？至少從目前的趨勢看，這個名字確實已經悄悄地再一次站到了人類的對立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猴痘第1型病毒比過去全球流行的第2型病毒致病力更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数據，第1型猴痘的死亡率可以高達 10%， 是第2型的好幾倍。如果第1型猴痘真的像鲍德溫所預言的那樣大規模擴散到亞洲，後果將會非常嚴重。菲律賓衛生部從2026年初開始就已經悄悄加強了入境檢疫，要求來自非洲特定國家的旅客進行健康申報。台灣疾管署也在年初發出旅遊警示，提醒前往非洲中部國家的民眾注意防範。一切防疫工作都在悄悄推進，卻沒有人公開承認，這就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下一場瘟疫。更令人心驚的是，2026年第1季，世界衛生組織還追蹤到一個更恐怖的訊號，在短短3個月之內，全球就出現了13起跨物種流感人類感染案例，其中包括4起 H5N1 禽流感人類感染，5起 H9N2 感染，還有 H10N3、H1N1 變異株、H1N2 變異株、H3N2 變異株各1起。這些數字看起來不大，可是背後代表的意義遠比數字本身可怕。光是孟加拉、
一名小孩因感染 H5N1 於2026年2月1日死亡。這個小孩沒有任何慢性疾病，從發病到死亡只有11天。柬埔寨同一時期內爆出3起 H5N1 人類感染，全部是兒童。中國境內5歲以下兒童染上 H9N2 變異株。意大利甚至首次出現 H9N2 人類感染，這意味着禽流感變異株已經跨越歐亞大陸，悄悄站到了人類的免疫系統面前。一連串的數字背後，是流感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種之間反复跳躍、變異、適應人體。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病毒學教授哈金森在2026年1月接受 BBC 科學焦点雜誌訪問時，講了一句讓全球科學家集體沉默的話。他說，禽流感如今已完全失控，沒有任何可行的圍堵方法，我們只能眼睜睜看着它感染地球上巨量的動物族群。他特別指出， H5N1 病毒已經跨越了過去從未想象過的物種界限，從鳥類跳到牛，從牛跳到貓，從貓跳到人。美國有超過1000個乳牛場通報感染，超過 1.8 億只家禽被撲殺，蛋價飆漲。美國政府光是補貼農民的損失就已經花掉超過11億美金。更可怕的是，2026年5月7日，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發表的一篇通訊，記錄了美國一名75歲老婦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的完整病程。這是 H5N1 首次在人類身上獲得確診，雖然患者最終存活，但這一案例的意義極其深遠。它告訴我們，禽流感的子型病毒正在悄悄為跨物種感染人類做着準備。H5N1、H5N2、H5N5、H5N6、H5N8，每一個亞型都在尋找突破人類免疫防線的鑰匙。他們只需要一把鑰匙能轉動整個世界的門，就會被推開。印度研究团隊在2025年發表的電腦模擬研究更指出一個讓人心涼的結論：一旦出現具有人傳人能力的禽流感大流行株，全球可以有效圍堵的窗口期只有偵測到2到10例患者那麼短，超過這個窗口，圍堵幾乎不可能成功。換句話說，從第一個人感染到全球失控，可能只需要幾天。鲍德溫口中那場讓亞洲再次封城的瘟疫，會不會就是禽流感？我們應該感到慶幸的是，目前 H5N1 的人類感染還沒有出現持續性的人傳人鏈。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風險評估仍然將整體風險評為低，但是這個低是建立在每天都有新變異株出現，每天都有新跨物種感染案例的脆弱平衡之上。而至於他說的會像活物一樣啃食人類肌肉的可怕疾病，又會是什麼呢？醫學上其實真的存在這樣一類疾病，我們稱之為壞死性筋膜炎，俗名就叫做食肉菌感染。當鏈球菌或其他細菌侵入皮下組織，會以驚人的速度沿着筋膜層擴散，每小時可以推進好幾公分，造成大面積組織壞死。患者在發病初期可能只是腳上一個小傷口，幾個小時之內，整條腿的肌肉就會變成黑紫色的死肉，最終往往必須截肢才能保命。如果不及時就醫，死亡率可以高達 30% 到 70%。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早在2023年就警告，鏈球菌中毒性休克症候群在日本的病例數正以每年翻倍的速度成長。2025年，日本全年通報的食肉菌病例已經突破歷史記錄，光是上半年就比往年全年還要多。日本厚生勞动省的科學家在媒體訪問中坦誠，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種疾病會在這幾年突然激增。一種理論認為是新冠疫情之後，許多人的免疫系統處於失調狀態，導致原本可以輕鬆控制的細菌感染，現在變得難以治療。另一種理論認為是抗生素濫用導致的細菌進化，讓原本不致命的鏈球菌演化出了更強的致病力。鲍德溫所形容的第二場瘟疫，會不會就是這一類細菌感染的全球擴散？更詭異的是，菲律賓本地媒體在2026年初也曾報道，菲律賓南部某些島嶼出現了原因不明的皮膚軟組織感染病例，患者的傷口會在1到2天內快速惡化。雖然衛生部尚未正式確認這是壞死性筋膜炎，但是民間的恐慌已經開始蔓延。而第三場瘟疫，鮑德溫沒有給出更多細節，他只說會是一場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的病。如果你還記得，他在2025年初接受東尼·岡薩加的脫口秀訪問時，就曾經形容過一種空氣傳播的細菌，
他當時這樣說，是一種風裡帶着細菌的疾病，跟猴痘不一樣，比較像聖經裡描述的那種瘟疫。岡薩加當下追問，那會像是麻風病嗎？鮑德溫點頭，並補充說，所有人都會關緊家門，因為門外吹過的風是會殺人的。他也提到，這種病雖然會擴散，但有藥可治，只是傳染速度太快，治療速度永遠跟不上感染速度。會不會這就是他口中的第3場瘟疫，一場以空氣為媒介傳染速度超越人類想象的疾病？我們再回頭看看2026年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是否已經出現了類似的徵兆。實際上，今年初確實出現了一個讓全球公衛官員都嚇出一身冷汗的事件。一艘從南非開往加那利群島的荷蘭籍郵輪爆發了漢他病毒疫情，3名乘客死亡，1人重症進入加護病房，其余還有多人疑似感染。漢他病毒的傳染途徑包括飞沫，雖然人傳人並非主要路徑，但這場郵輪爆發事件正好印證了一個事實：我們的世界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讓一场區域性的疫情演變成跨大陸的災難。一艘船、一架飛機、一群跨境的觀光客，就足以把一個原本只在地球某個角落悄悄擴散的病毒帶到地球的另一端。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鮑德溫一個人的預言再準，畢竟也只是一個人。可是，如果你把目光放大到整個亞洲，放大到整個世界，你會發現，2026年大瘟疫的預言並不只是來自菲律賓一個靈媒的口中。同一個時間段，另一位菲律賓知名占卜師喬維瓦加斯也透過塔羅牌做出了類似的判斷。他說，2026年的世界依然動盪，他看到大量的水，大量的洪水，看到亞洲某个國家會發生大地震，菲律賓也可能受到波及。他還說，這場大地震大約會發生在7月到10月之間。他甚至補充了一句話，他希望這不是傳說中的菲律賓大震。巧合的是，2026年才開始第1周，全球就已經出現將近100起瑞士規模 4.5 以上的地震，其中超過10起發生在環太平洋火山帶，地震規模超過 5.0， 包括日本、印尼、俄羅斯與菲律賓在內，環太平洋的板塊邊緣仿佛同時甦醒。菲律賓本身在年初就遭遇一場瑞士規模超過 6.4 的破壞性地震，造成多人罹難，房屋倒塌，道路斷裂。這是不是正好印證了鮑德溫所說的2026年將是充滿天災的恐懼之年？不僅亞洲的靈媒看見了陰影，另一邊的歐美也傳來類似訊號。一位英國催眠師奧朱拉也是過去幾年因為預言新冠疫情而成名的人物。他在2026年元旦發布了一份預言清單。他說，他在冥想中看到一種神秘疾病會引發類似動脈瘤的症狀，會讓無數人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倒下。他還說，他看到全球航空交通會出現大規模管制，看到人們排隊試圖前進，卻不斷被推回去。那畫面讓他感到非常悲傷，這幾乎就是封城重啟的另一種描述。他還補充了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細節。他說他看到電光火花亂飛，世界陷入黑暗，這可能是一場影響電網的大型風暴事件，會讓某些國家陷入停電狀態。美國知名靈媒傑克遜也在年初放出預言。他說，他看到大地正在劇烈變動，要人們特別注意水。短短幾周內，環太平洋地震帶接連大震，加州奧勒岡、華盛頓陸續傳出小規模地震。傑克遜還說，2026年會看到很多人失去工作，會看到極端的政治極化與經濟不穩定。回頭看2026年第1季的全球經濟與政治狀況，這幾條預言似乎已經開始一條一條成真。美國股市在年初經歷了劇烈震盪，多家科技巨頭傳出大規模裁員，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政府都面臨民意危機，社會撕裂的程度比新冠疫情後任何時候都嚴重。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互不認識的靈媒會在同一個時間點集體看見類似的畫面？這背後是一場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集體直覺，還是僅僅只是巧合？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集體潛意識，這是榮格提出來的。他認為，所有人類在最深層的心靈深處共享着某種共同的記憶與訊號。當這個集體潛意識感受到某種重大事件即將到來時，會透過敏感的個體，用夢境、直覺、預感等方式釋放出來。也許靈媒並沒有看見未來，
他們只是比一般人更能讀懂這個集體潛意識所發出的警報。我們繼續回頭看魯迪·鮑德溫對2026年的完整預言清单，除了3場大瘟疫之外，他還預言了好幾件事。第一，他說菲律賓會迎來所謂的大震。所謂的大震是科學家口中的菲律賓大斷層末日地震情境。馬尼拉所在的西河谷斷層，根據菲律賓地震研究所的評估，一旦發生規模 7.2 的地震，馬尼拉都會區將有近1萬棟建築倒塌，預估死亡人數逾3萬人。鮑德溫說，這場大震會在2026年發生。他甚至補充說，他看到大震發生時，馬尼拉的高樓會像紙牌一樣倒下，看到人們在晨霧中奔逃，看到斷裂的橋梁與燃燒的城市。第二，他說會有2場威力堪比尤蘭達颱風與山竹颱風的超級風暴橫掃菲律賓。請記住，尤蘭達就是2013年那場讓菲律賓塔克洛班幾乎夷為平地的海燕颱風，當時造成超過6000人死亡，是菲律賓現代史上最致命的天災之一。山竹颱風則是2018年襲擊呂宋島的超級風暴，造成大規模災情。他說這樣的等級會再來2次，而且2場颱風會接連發生，讓菲律賓無法在第1場災難中恢復，就要面對第2場。第三，他說會有6座火山在2026年噴發，其中包含1座已經沉睡多年，外界以為永遠不會醒來的火山。他沒有指明是哪一座，但是菲律賓地處環太平洋火山帶，活火山多達20多座，沉睡多年的火山更是不勝枚舉。考慮到目前菲律賓的地震活動頻率異常，火山活動相應增加的可能性確實存在。第四，他說會有大規模的山體滑坡襲擊艾克蘭、阿布拉比窯邦、阿西南三寶岩、馬拉維巴丹群島與比可兒，這些都是菲律賓常常受到颱風與豪雨影響的高風險地區。一旦颱風來襲，土壤含水量飽和，山體滑坡的風險就會大幅增加。第五，他說會有1架飛機在2026年墜入海中，奇蹟般的只有1到2個人能生還。他甚至補充說，這架飛機是因為突然的天氣變化而失事，墜入了某個亞洲國家的近海。第六，他說會有戒嚴令在某些地區實施，他沒有明確說是哪個國家，但是菲律賓歷史上多次實施過戒嚴，包括馬可仕時期的長期戒嚴。他說的戒嚴可能是指菲律賓本地，也可能是指其他亞洲國家。第七，他說會有食物中毒事件大規模爆發，這個預言看似不起眼，卻可能與第2場瘟疫有所關聯。如果第2場瘟疫真的是某種新型細菌感染，食物供應鏈被污染導致的群體中毒，就會是這場瘟疫最早的徵兆之一。第八，他說會有3位參議員以非自然方式離世，其中至少有1場是精心策劃的政治謀殺。他警告，一位曾經歷過暗殺未遂的高層政客將再度面臨同樣的危險，但是因為這位政客已經有過經驗，這次可能會提前察覺，避開危機。第九，他說會有一位網紅在直播鏡頭前被當場槍殺，兇手會冷靜地當場自首，因為他對這位網紅積怨已深。他說兇手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去執行這場暗殺的。第十，他說會有2對剛結完婚的明星夫妻先後離世，原因與心理健康焦慮與壓力有關。他特別點出，演藝圈會迎來一波因心理健康問題引發的死亡潮，許多看起來光鮮亮麗的明星會在心理崩潰之後選擇結束生命。這份清單寫到這裡，你會發現一個很可怕的現象。鮑德溫所描述的這個2026年，不是單一一場災難，而是一整年災難的串聯。地震、颱風、火山、瘟疫、政治謀殺、心理危機，每一條似乎都環環相扣。如果說過去的災難是一條一條獨立發生的，那2026年仿佛是把所有災難壓縮在一起，同時引爆的一年。當然，我們今天聊這些，不是要鼓吹大家陷入恐慌。實際上，鮑德溫自己在每一段預言的最後都會加上一句話，他說，希望我的預言不會成真，所以請大家祈禱，請大家警覺。他也說過，他之所以一直分享負面的預言，不是因為他喜歡制造恐懼，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準備，提前防範。他說，看見壞事的目的是讓人去避開壞事，不是讓人去害怕壞事。他甚至在一次訪問中說過，他覺得自己最痛苦的時刻不是看見災難，而是看見災難之後沒有人聽他的警告。
科學界當然有許多人對這種預言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他們指出，鮑德溫的預言往往語焉不詳，含糊籠統，事後總是可以找到對應的事件來附會。例如，他說會有一位老牌女演員去世，菲律賓每年總會有幾位老牌女演員過世，怎麼解釋都對。他說會有飛機事故，全球每年的航空事故本來就有一定數量，總會撞上幾次。批評者認為，這些都是巴納姆效應的典型表現，也就是當預言講得夠模糊、夠廣泛，人們就會自動把它套入自己看到的現實裡。批評者還指出，他的前經紀人曾在2021年公開揭發，說鮑德溫的部分預言是事先包裝、刻意制造神秘感的商業產品。但反過來說，有些預言的精準程度又讓懷疑論者也難以解釋。例如2025年6月那場印度航空墜機事件，從顏色到地區到時間，幾乎與他貼文中的描述完全吻合。例如2020年塔爾火山那場噴發，他在1年前的影片裡就指明點過。這些案例的存在，至少讓人不敢完全否定他的能力。我們可以說，他的預言有真有假，有準有不準。但是這個世界上又有哪一個預言家是100%準確的呢？就連歷史上最有名的諾斯特拉達姆斯，他的預言也只有部分被認為準確。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其實不只是鮑德溫一個人有沒有預知能力，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是，為什麼在2025年到2026年這個時間點，不只是鮑德溫，全世界各地的靈媒預言家、塔羅占卜師、夢境解析者，紛紛同時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這一年，共同看到了瘟疫、地震、戰爭、經濟動盪這些畫面。這背後是不是有某種我們現在還不理解的集體潛意識，正在向人類發出警訊？事實上，從科學的角度，我們也能找到一些印證的證据。世界衛生組織在2026年第一季的全球風險評估中明確指出，全球公共衛生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猴痘第一型病毒持續在非洲擴散並向外溢出，禽流感 H5N1 在野生動物與家畜中失控傳播，新型流感变异株不斷出现，疫苗的更新速度趕不上病毒的變異速度。多個國家的牛奶供應鏈中已偵測到禽流感病毒的遺傳物質。雖然巴氏滅菌可以殺死病毒，但對於飲用未經消毒牛奶的人群仍然構成重大風險。美國農業部、歐盟食品安全局、日本厚生勞動省這3大食品安全監管機構在過去半年內都罕見地同時發出警告，要求民眾在處理生肉、生奶、生雞蛋時加強衛生措施。這些訊號在過去30年的公衛史上是極為罕見的。而在地震方面，菲律賓地震研究所、日本氣象廳、美國地質調查局這3大環太平洋地震監測機構同時在2026年第一季發布警告，指出環太平洋火山帶活動異常頻繁。日本研究團隊更指出，南海海槽大地震的發生幾率在未來30年內已達 70% 至 80%， 且短期內出現規模8以上強震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菲律賓的西河谷斷層根據最新的應力累積分析，已經接近能量釋放臨界點。台灣花蓮外海琉球海溝、阿留申群島過去半年內地震頻率都比歷史平均高出許多。鮑德溫所說的大震並不是一個沒有根據的預言，而是建立在科學家早就警告過，只是大眾從不在意的板塊風險之上。換句話說，靈媒的視野與科學家的數據可能正在指向同一個未來，只是科學家用的是統計與模型，靈媒用的是夢境與直覺，兩者最終得出的結論卻驚人相似。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魯迪·鮑德溫的預言會在2026年初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因為他說出來的不是一個遙遠的、模糊的、不可能的未來，而是一個正在我們眼前一步一步成型的現實。讓我們把鏡頭拉得更遠一點，如果我們回顧人類歷史上所有重大瘟疫的爆發，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14世紀的黑死病爆發前，歐洲多地出現了關於末日的預言與奇異天象的記載。16世紀的西班牙征服美洲帶來的天花大流行之前，原住民傳說中早已出現外來瘟疫的預兆。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前，當時的靈媒艾德加·凱西也曾經做出類似預言。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包括鮑德溫在內的多位靈媒都曾在2019年的預言中提到一場全球性的呼吸道疾病爆發。當然，
這些可能都是事後諸葛，可能都是巧合。但是當巧合一再發生，巧合本身就变成了一種值得認真研究的现象。历史学家也指出，每一场大瘟疫爆發之前，都会有一段所謂的醞釀期。醞釀期可能持續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在這段醞釀期裡，病原體在動物宿主之間默默傳播變異累積，等到某個關鍵突破出現，就會跨越物種屏障，引爆人類社會。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否正處於這樣一個醞釀期？禽流感在野生動物與家畜之間的大規模傳播，猴痘在非洲的持續擴散，新型流感變異株的不斷出現，這些是否都是即將到來的下一場大流行的前兆？不可諱言，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複雜、最脆弱的時代。全球化讓人或病毒可以在24小時內穿越半個地球，城市化讓數千萬人擠在同一個都會區。一旦疫情爆發，傳播速度將呈指數級成長。氣候變遷讓原本只在熱带地區存在的病媒蚊宿主動物向着更高纬度遷徙，把熱帶疾病帶到溫帶国家。抗生素的濫用讓細菌進化出越來越強的抗藥性，免疫系統因為現代生活方式的改變變得越来越不堪一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場潛伏中的完美風暴。也許鮑德溫看見的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瘟疫事件，而是這場潛伏中的完美風暴最終爆發的那一刻。那麼作為普通人，我們應該怎麼做？我覺得答案其實很簡單。第一，準備。不論是不是相信靈媒的預言，準備一個家庭應急包總是好事。乾糧、淨水、急救藥品、口罩、手電筒、行動電源，這些東西不會佔太多空間，但在真正需要的那一刻，會是救命的工具。準備3到7天的飲水，足夠的乾糧，常備藥品，這在任何時候都不是浪費，而是基本的生存智慧。第二，警覺。從現在開始，多留意你所在地區的公共衛生公告、地震警報、氣象資訊。當官方訊號發出時，第一時間反應，不要拖延。許多災難之所以造成嚴重傷亡，不是因為災難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因為人們在收到警報後選擇了忽略。尤蘭達颱風來襲時，許多民眾不相信會有那麼大的災情，沒有及時撤離，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樣的悲劇不應該在2026年重演。第三，健康。鞏固自己的免疫系統，保持規律的睡眠、均衡的飲食、適度的運動。當瘟疫真的來臨時，你的身體本身就是第一道防線。新冠疫情教會我們一個很殘酷的真相，那就是同樣感染病毒，免疫系統強健的人可能只是輕症，免疫系統脆弱的人卻可能命喪黄泉。從今天開始，多睡1個小時，多走1000步，多吃1份蔬菜，少喝1杯含糖飲料。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改變，可能就是未來某一天救你一命的關鍵。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心態不要陷入恐慌，也不要完全無視預言，不是用來嚇人的，而是用來提醒人的。靈媒看到的畫面，就算是真的，也是一種可能的未來，而不是唯一的未来。許多預言所以失準，不是因為靈媒看錯了，而是因為人類在收到警示後，及時改變了行為。這也是鮑德溫自己一再強調的，他希望他的預言永遠不會成真。一個會成真的預言，是一個被忽略的預言，一個被認真對待的預言，往往會在被預防的過程中失準。從這個角度看，當魯迪·鮑德溫的2026年預言在年底回顧時被證明不準，那才是我們最大的勝利。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問題，2026年真的會是恐懼之年嗎？真的會有3場大瘟疫接連襲來嗎？真的會有那場讓馬尼拉都會區傷亡慘重的大震嗎？答案可能要等到2026年12月31日的午夜，鐘聲敲響的那一刻，我們才會知道。但我們現在能做的，是在等待答案的過程中，不要白白浪費这份警示。因為不管你信不信魯迪·鮑德溫，禽流感確實已經失控；不管你信不信他的瘟疫預言，猴痘確實已經回潮；不管你信不信他的大震預警，環太平洋的板塊確實在發出聲響。這些都是真實的，可以被科學數據證實的，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現實。靈媒的角色，也許就是用他那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把這些原本應該被科學家、被新聞、被政府傳達的訊息，用更具衝擊力的語言重新放到我們面前，逼着我們去正視。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極度爆炸的時代，
每天有成千上萬條新聞劃過你的手機熒幕，你看了，但你沒有真正記住。新冠疫情的教訓正在被快速遺忘，許多人甚至不再記得2020年那個全城封鎖、口罩短缺、家人不能相見的春天。當一位靈媒用恐懼之年這4個字把你從滑手機的麻木中震醒時，也許這就是預言真正的價值。它不是要你害怕未來，而是要你重新關心未來。我也想提醒大家，真正的勇氣不是無視風險，也不是被風險嚇倒，而是在看清風險之後，依然能夠平靜地活下去，認真的生活，好好的愛人。如果2026年真的成為恐懼之年，那麼我們在這一年裡所做的每一個微小的善舉，每一次對家人的擁抱，每一份對陌生人的善意，都會變得加倍珍貴。如果2026年最終平安度過，那麼這些善舉與愛意也不會白白浪費，反而會變成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2026年已經走過了將近一半，剩下的時間我們會看到什麼？魯迪·鲍德溫看到的那些畫面會在哪一個月、哪一座城市、哪一個瞬間落地成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相信你看完這支影片以後會記在心裡，那就是準備永遠不嫌早，警覺永遠不嫌多，希望永遠不要放下。如果2026年最終真的成為恐懼之年，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恐懼中找到力量。如果2026年最終平安無事，那也希望這份警覺能讓我們未來面對下一場真正的災難時更有準備、更有智慧、更有勇氣。我還想說一個或許聽起來很哲學的觀點，也許所謂的預言從來都不是關於未來的，而是關於現在的。一個會成真的預言揭示的是當下我們已經種下的因將會結出什麼樣的果。鮑德溫看到的3場瘟疫，可能正是人類過度開發、自然過度使用抗生素、過度依賴脆弱的全球供應鏈、過度忽略公共衛生投資所種下的因。他看到的大震，可能正是城市規劃中對建築安全的妥協、對地震風險的麻痹所種下的因。他看到的心理健康危機，可能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社交媒體的虛假繁榮、人際連結的逐漸斷裂所種下的因。預言不是上天降下的詛咒，而是我們自己親手織就的命運線索。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這些線索，我们就可能改寫結局；如果我們繼續視而不見，我們就會親手把預言推向應驗。這個選擇權從來都在我們手裡。靈媒能做的只是把這些線索更清晰地擺到我們眼前，剩下的要靠我們自己。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熒幕前的你：如果你今晚走出家門，抬頭看一眼天空，你會看到什麼樣的2026年？是繁星還是烏雲？是希望還是恐懼？答案也許就藏在你心裡那一閃而過的直覺裡，也許那個直覺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預言。2026年，這個被無數靈媒同時點名的年份，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歷史記住？讓我們在剩下的這幾個月裡一起見證，也讓我們在見證的過程中做好每一份能做的準備，不讓自己在某一天回首時後悔。願我們所有人都能在這個被預言為恐懼之年的時間裡，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束光。下次見，記得照顧好自己，照顧好你愛的人，照顧好這個我們共同的世界。